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热搜背后，观众为什么只记住莲花楼？热搜这东西看多了，真的会让人有点恍惚。明明没有新剧开播，名字却隔三差五往上窜，点进去一又是在盘老角色、盘老数据，仿佛一个演员的现在和以后都可以被几串数字提前盖棺定论。最近诚意被讨论的最凶的，就是那几个所谓破亿角色。说句实在话，这类热度统计我一直半信半疑。但如果非让我从观众视角说一句最直白的感受，我还是只认莲花楼。那阵子莲花楼刚播，我有天晚上还专门提前洗完澡，抱着一盒在便利店随手买的咸味爆米花，窝在沙发上追更新。本来只是想随便看，结果没想到越看越沉进去。它最难得的地方不是人设多炸，也不是台词多燃，而是那种慢慢尝出来的后劲。李莲花这个角色初看有点轻，有点淡，甚至不像常规古装男主那样一出来就压场。可看着看着你会发现，这种淡反而特别难演。他不是没有痛感，也不是没有锋芒，他只是把很多东西都收起来了。诚意在这里面低表演，至少有一段时间是稳的。眼神、说话节奏、人物身上的疲态和通透感，确实让角色立住了。也是因为莲花楼把观众期待线拉高了，后面再看富山海和天地剑心，落差才会那么明显。尤其富山海，我当时看预告还挺期待，毕竟武侠这个壳子天然容易出人物气。结果正看到江湖气氛要起来，忽然塞进穿书和系统那一套，像一盆冰水都投浇下来。不是说类型融合一定不行，而是它融合的太生硬，系统提示音一响，整个戏的气口都断了。武侠最值钱的是人和命运硬碰硬，是选择，是代价，是那种刀剑落下去会疼的真实感。结果被这些过于轻巧的设定一裹，重量一下没了。天地剑心的问题又不太一样，它让人憋屈的不是设定，是那种明明能更好却偏偏越走越偏的感觉。后期剧情改得散，人物关系也拧巴。最让观众受不了的还是戏份处理，前面以为自己在看一部大开大合的男主成长线，看到后面却越来越像某种混杂着误会、拉扯和强行催泪的古偶拼盘。上周我和朋友在楼下吃砂锅粉，还聊到这个，他说的特别准，说现在不少古装剧的问题不是演员不卖力，而是整部戏把角色当成流量挂件。今天给你一段高光，明天又为了别的热搜点把人物逻辑拆了。观众其实不傻，谁在认真讲故事，谁在东拼西凑，几集下来都能感觉到。诚意在这两部剧里最明显的问题，也恰恰不是努力不够，而是太像了。那种脆弱感、忍耐感、欲言又止的眼神，包括白发造型一上来带出的清冷滤镜，单看一个角色也许还能成立，连着放到两部戏里，观众就会疲。更别提表情调度和哭戏的某些处理，确实容易撞车。前脚还在为一个角色的悲苦皱眉，后脚切到另一个人，熟悉的停顿，熟悉的呼吸，熟悉的破碎感又来了，代入感当然会被打断。我一直觉得演员最怕的不是被骂，而是被说成稳定发挥，因为那往往意味着你开始在舒适区里重复自己。但我对诚意本人其实观感不差，娱乐圈里能一直保持低调，少折腾，把重心放在拍戏上的演员本来就不算多。他身上那种有点闷、有点轴的劲儿，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人是想把事情做好的。只是观众看剧的时候不会自动替演员加分，角色成立就是成立，不成立就是不成立。尤其当作品密集播出的时候，这种短板会被放大得更厉害。
两部题材、妆造、表演气质都相近的剧挤在一起，对任何演员来说都不是好事，因为观众没来得及抽离，就已经被迫进入下一场相似体验了。所以我反而觉得他现在去拍现代剧是个挺对的选择。古偶太容易把一个演员困住了，漂亮妆发、慢镜头、滤镜、氛围感，全都能帮忙遮住一些问题，也会把某些优点无限复制。复制多了就成了套路。现代剧残酷得多，镜头更近，生活感更强，台词和节奏一虚，观众马上出戏。可也正因为残酷，他才有机会真正把演员从同质化里拽出来。能不能摆脱角色雷同，能不能让观众忘掉那些熟悉的古装影子，关键就看这一步。热搜上的一集热度只是热闹，真正能留下来的，还是观众某个晚上愿意安安静静追完一整部戏，过了半年、一年提起来，心里还能想起那个角色到底哪里打动过自己。莲花楼做到了，所以它才珍贵。至于别的破译角色，我看完更多是一种可惜，不是可惜数据不够亮眼，是可惜本来可以更不一样。你们看成毅这几部戏的时候，最先感受到的是角色魅力，还是那种越来越明显的重复感？